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高维美穗先生所著的《让你更年期也能焕发魅力的美女力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坚持这个习惯的女性，皱纹消失，面容年轻，白发不见，年轻的令人难以置信。第二，女性一旦步入更年期，别再犹豫，一定要吃这个。第三，即使更年期也永远不显老的女性，每天都在做出乎意料的小动作。我将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讲解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坚持这个习惯的女性，皱纹消失，面容年轻，白发不见，年轻的令人难以置信。开始讲起。在这一讲中，我将介绍更年期女性绝对应该养成的习惯，希望你至少能找到一个喜欢的习惯，并把它融入生活中，帮助你顺利度过辛苦的更年期。第一个推荐的习惯是通过预防复发，巧妙应对潮热，轻松度过更年期，从而让自己年轻的惊人。众所周知，更年期最令人不适的症状之一就是潮热，突然感到脸部、颈部或上半身炙热，大量出汗且难以停止。这些症状主要是由于自主神经失调引起的。自主神经通过收缩或扩张血管来调节体温。进入更年期后，这种平衡容易被打乱，即使环境温度舒适，也可能突然出汗。此外，有时手脚末端很冷，但脸部和上半身却感到热，这就是所谓的冷热不均的症状。工作或外出时突然出汗会让人非常尴尬，同时担心别人察觉也可能加重症状。如果可能，坦率地告诉周围人，我正处于更年期，所以容易出汗，会让心情轻松。实际上，这样做反而能减轻潮热的困扰。如果无法坦白，也可以记录潮热发生的时间和情境。预防复发，潮热往往由自主神经失调加上某些诱因引发，其中包括精神因素、睡眠不足、身体状态不佳，或者在温暖环境下吹干发，待在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，甚至在公众场合紧张时都可能发生。通过在手账或手机中记录潮热发生的时间和场景，就能清楚了解自己在何种情况下会发作，从而有意识地减少这些情境。应对潮热的方法，除了调整自主神经，还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应急物品，以应对突发的出汗和发热。当潮热发生时，衣服容易闷热，汗水不易散发，因此建议选择易脱穿、透气性好的衣物，用包在手帕里的冷却剂或冷敷贴冷却颈部，可以缓解不适。携带便携式小风扇，对脸部吹风也很有效。在家休息时，享受薄荷或薄荷脑的清爽香气，可以缓解焦躁情绪，放松心情。例如喝薄荷茶，外出无法喝薄荷茶时，可以在口罩或手帕上喷洒薄荷喷雾，同样能让心情平静下来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2个习惯，是通过正确的自我护理来预防偏头痛。众所周知，很多更年期女性都会困扰于肩颈僵硬和头痛，这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变化导致代谢下降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尤其是平时姿势不良、驼背或腰椎过度前凸的人，更容易血流不畅，因此意识保持正确姿势非常重要。肩颈僵硬的改善关键在于增加肩部血流，仅仅把肩周的肌肉朝不同方向转动，也会有一定效果。另外，眼睛疲劳也常常会导致肩颈僵硬，像电脑或手机等近距离强光，会对眼睛造成很大负担。对于经常使用电脑工作的人，建议适当休息，缓解眼睛压力。关于头痛，更年期常见的是紧张型头痛，头部被紧紧束缚般的疼痛；偏头痛，太阳穴跳动般的疼痛。紧张型头痛主要由头颈血流不畅或压力引起，偏头痛的原因则更加多样，包括女性荷尔蒙变化、天气或气压变化等。无论哪种头痛，如果试图忍耐疼痛，症状往往会加重，从而增加压力。从健康角度来看，尽量少用药是理想，
但如果偏头痛非常严重，适当使用止痛药来避免症状拖延也是重要的。尤其是偏头痛，有时由于担心头痛会来这种心理预期，也会诱发头痛。因此，学会与止痛药合理共处，可以减轻心理压力。如果偏头痛频繁发生，应在依赖市售药前尽早就医头痛专科。另外，有时偏头痛太痛，无法外出买药，这时可以尝试自我护理，避免光和声音刺激，因为会加重疼痛。尽量静卧在安静的地方，睡眠往往能明显缓解症状。轻轻按压太阳穴，可收缩周围血管，减轻疼痛。适量饮用咖啡或绿茶，因咖啡因有收缩血管作用，可稍微缓解疼痛，但注意不要饮用过量。注意偏头痛发作时，运动或洗热水澡都是不适宜的，会因体温升高导致血管扩张，疼痛加剧。原则上应以冷敷和静养为主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第3个习惯，是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护理私密部位的健康。进入更年期后，泌尿器等私密部位也会发生变化。阴道内部为黏膜组织，比皮肤更容易干燥，因此更年期后黏膜会逐渐脆弱，容易出现瘙痒或灼痛感。闭经后，阴道自净能力下降，可能产生异味或诱发膀胱炎。这种发生在围绝经期女性的私密部位问题统称为 GSM， 也就是闭经期泌尿生殖器综合症。GSM 的解决对于延长更年期后的健康生活、丰富人生非常重要。最关键的是，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 GSM 的护理。过去，闭经后的私密部位问题常被认为是羞耻，因此许多女性选择忽视。但现在我们知道，通过日常护理和治疗， GSM 是可以改善的。如果你符合以下情况，就可能已经出现 GSM 症状，应在症状加重前进行护理。阴道干燥或瘙痒，阴道或外阴感到寒冷，排尿时刺痛，上厕所频繁，夜间因尿醒多次，有尿失禁。如果以上任何一项适用于你，就说明 GSM 可能正在进展。建议尝试以下自我护理方法。私密部位人们看不见，因此容易被忽视，但为了清楚了解自身状态，日常护理非常重要。第一个重要习惯是选择对肌肤温和的内衣。随着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减少，皮肤的屏障功能会变弱，对轻微刺激也会变得敏感。因此，在选择内衣时，应选择无缝、天然材质，如棉或丝绸，束缚感小的款式。此外，对于更年期月经不稳定的女性，也推荐使用吸水内裤。为了每天检查私密部位的状态，建议在沐浴后使用专用乳霜或油类进行保湿。如果专用乳霜不适合，可以使用凡士林，其天然保湿效果可以保护肌肤免受外界刺激。同时，锻炼骨盆底肌群，预防尿失禁也非常重要。锻炼方法很简单，仰卧，紧紧收缩臀部即可，也可以做深蹲等动作。通过这些可自行完成的自我护理方法，可以有效预防 GSM。 接下来介绍第4个习惯，是通过温暖手脚来避免手足问题。女性荷尔蒙雌激素有维持关节和肌腱周围力量的作用，因此更年期雌激素减少时，会出现手指僵硬、疼痛、肿胀等症状。如果这些症状持续7至10年，关节可能会变形。研究显示，如果母亲手指有变形，那么自己发生变形的可能性会高出几十倍。因此，如果母亲更年期手指有变形，应尽早采取措施。统计显示，6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约有 90% 的人手指某处出现变形，约 40% 的人指关节明显粗大或指尖弯曲。手指变形会影响日常生活、爱好和运动，降低生活质量。因此，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，应尽早通过温暖手指等方式进行干预。更年期不仅手部，也可能出现足部问题，其中很多人困扰的是腿抽筋。腿抽筋是指本应自由活动的肌肉误动作，
不断收缩，尤其当脚尖伸直时，小腿肌肉被拉扯，容易抽筋。腿抽筋的原因之一是肌肉量下降。小腿肌肉细胞中有雌激素受体，雌激素与受体结合才能保护肌肉细胞，因此更年期后雌激素分泌下降，肌肉萎缩，腿部更易抽筋。所以保持肌肉力量，坚持健康饮食和日常拉伸，使肌肉柔软非常重要。此外，很多人睡觉时腿抽筋，导致无法入眠，这时应注意防止寒冷和脱水。出汗会破坏血液中的矿物质平衡，增加抽筋风险。血流不畅导致足部冰冷，也会让肌肉紧张，更易抽筋。睡前喝水可以防止因脱水导致的电解质不足。容易脚冷的人，睡觉时可以用热水袋保暖。接下来介绍第5个习惯，让你在更年期逆龄显年轻的习惯，是通过早晨的日常习惯顺利开启交感神经。更年期会出现焦躁、疲倦、潮热等不适症状，这些都是自主神经失衡引起的。自主神经分为像油门一样加速的交感神经，像刹车一样的副交感神经。从早上到下午的活动，需要交感神经占主导。早晨是从夜间睡眠中工作的副交感神经，逐渐切换到交感神经的重要时间段。如果起床时间太晚，副交感神经会骤降，整天都处于紧张状态。因此，起床时应留出充裕时间，在床上做拉伸，让身体慢慢醒来非常重要。起床后，首先打开窗帘，接受阳光照射，光照可重置生物钟，调节自主神经节律。此外，光照还能促进被称为幸福激素的血清素分泌，增强动力。即使阴天或雨天，也有足够亮度，可以养成每天的习惯。书中作者还强调，为了顺利开启交感神经，早餐不可缺，尽量每天在同一时间好好咀嚼进食非常重要。即使准备麻烦，也可以通过组合香蕉、酸奶、味噌汤来满足需求。喝果昔或营养饮品也是可以的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早餐并非适合所有人，有些人不吃早餐反而状态更好。健康方法只是一般性建议，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，所以建议先尝试本书方法，适合就坚持，不适合就尝试其他方法，灵活应对最为理想。另外，为了早晨调节自主神经，起床后喝一杯温水也是非常好的习惯，这样可以适度刺激胃肠，顺利切换到交感神经状态，同时提高内脏温度，提升基础代谢。关键是先煮沸再放凉再饮用。同时，早晨尽量活动身体也很重要。长时间久坐不仅容易导致身体姿势变形，也会影响自主神经正常运作。建议每小时起身活动1次，轻微活动即可。此外，爬楼梯比久坐更能促进血流，调节自主神经。另外，休息日安排空闲时间也很重要，不要刻意安排计划，让自己按照节奏轻松度过，有助于调节自主神经。但要注意不要熬夜，打乱作息会扰乱自主神经平衡。所以，即使是休息日，也建议保持与平日差不多的起床时间，安排放松时间。接下来介绍第6个习惯，让你在更年期逆龄显年轻的习惯，是通过晚间生活习惯开启副交感神经，和早晨习惯同样重要。夜间生活习惯决定睡眠质量，高质量睡眠对于调节自主神经必不可少。建议养成从交感神经主导顺利切换到副交感神经主导的夜间习惯。理想情况下，晚餐尽量在晚上8点前吃完。如果因工作等原因晚吃，应选择对胃负担较小的食物。夜间明亮照明会影响睡眠，因此可使用柔和灯光营造放松环境。长时间使用手机或看电视不可取，会被蓝光刺激，尤其临睡前看手机，会激活交感神经。睡前30分钟至1小时，尽量放下手机，放在床远处。为了暂时提高体温，建议泡澡而非淋浴。
水温过高42°C以上会刺激交感神经，降低睡眠质量，还可能升高血压，引发健康问题。建议使用38至40°C的温水，泡约15分钟。泡澡约1.5小时后，体温下降时，会自然产生困意，更容易入睡。另外，泡澡会排出大量水分，即使不渴，也建议喝1杯水。泡澡结束后，可以做背部放松拉伸，帮助身体舒展，开启副交感神经。方法如下：四肢着地，呼气时慢慢拱起背部，头部目光看向大腿之间。吸气时，背部轻轻向后拱起，胸部打开。重复几次，即可激活副交感神经开关。最后，睡觉时穿宽松睡衣，紧身睡衣会阻碍血液循环，不利于放松。为了在舒适的卧室获得良好睡眠，推荐穿宽松睡衣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女性一旦步入更年期，别再犹豫，一定要吃这个。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更年期女性必须摄入的食物，希望大家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中，发挥作用。第一种，纳豆，缓解更年期症状的女神食物。更年期女性特别应该摄入的食物是纳豆，原因在于大豆食品中含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，它的作用类似女性激素雌激素。更年期时，由于体内雌激素分泌量大幅下降，会引发各种更年期症状，因此通过大豆异黄酮从外部补充雌激素非常重要。纳豆中含有活性纳豆菌，能到达肠道，改善肠道环境。此外，纳豆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成分，因此纳豆不仅提供大豆异黄酮，还能改善肠道环境，是非常有效的食材，价格相对便宜，也非常值得日常食用。第二种，沙丁鱼罐头，抑制更年期男性化的女神食物。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的是坏胆固醇 LDL。 胆固醇是脂质的一种，是合成细胞和激素所必需的，但过多的 LDL 会在血管中堆积脂质，导致血流不畅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能抑制 LDL 升高，但更年期后雌激素骤减， LDL 升高是自然现象。更年期女性的总胆固醇 LDL 加 HDL 也会因此升高，无需慌张立即吃药，但定期体检观察动脉硬化情况非常重要。大部分体内胆固醇是由体内糖类和脂质合成的，并非仅靠食物摄入，因此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提高代谢非常重要。推荐食用沙丁鱼罐头，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 DHA、EPA， 对更年期女性非常重要。它们可以保持大脑和身体活力，而且罐头方便食用，可直接吃或加入沙拉、汤、饭等多种料理。建议尽量每天食用，以缓解更年期各种困扰。注意 DHA、EPA 等脂肪酸易氧化，开罐后尽快食用。同时，罐头汁液也不要倒掉，因为营养多溶解在油脂中。第三种，绿色蔬菜和肉类，抑制女性衰老的食物。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质是三大营养素，但更年期女性还需补充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尤其是绿叶蔬菜和蘑菇。理想情况下，应通过日常饮食获取，补充剂仅做辅助。糖类仍是重要能量来源，蛋白质是肌肉和器官的材料，脂质则参与激素合成、细胞膜构建以及脂溶性维生素吸收。因此，各类营养素应平衡搭配摄取。更年期后，特别需要注意钙的摄入，因为闭经后骨质疏松风险大幅增加。钙还能调节心理状态，使心情放松。建议日常多摄入含优质钙的小鱼等食物。维生素方面，应均衡摄取 B 族、D、E 等多种维生素，尤其 B 族维生素含叶酸等8种较难通过单一食材摄取，而猪肉含有最全面的 B 族维生素，是优质综合营养食材。此外，纳豆还富含维生素 K， 年龄增长后，抗氧化维生素尤为重要，可帮助抵抗衰老。此外，
维生素 C 还能促进肌肤胶原蛋白的生成，让肌肤保持弹性，因此是美容肌肤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而且，近来研究发现，摄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预防癌症。因此，闭经后应从以西兰花为代表的蔬菜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 C。说到女性，自然也会关心贫血问题。铁是制造红血球并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运送到全身的重要元素，也是应积极摄入的营养素。铁可以从红肉等食物中充分获取，所以吃肉时不要忌口，应尽量多吃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我们将介绍即使更年期也永远不显老的女性，每天都在做出乎意料的小动作。为了预防更年期的不适，早早养成运动习惯非常重要。适度运动有助于改善潮热、出汗、抑郁、血液循环不良等症状。此外，闭经后雌激素减少，容易导致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升高，增加患生活习惯病的风险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通过运动保持适宜体重非常重要。研究显示，有运动习惯的人更不容易在更年期出现心理不适，甚至在出现焦虑或轻度抑郁时，通过运动也能改善状况。更年期是代谢变化的时期，即使按以前的饮食方式，也容易发胖。因此，除了运动，还应调整饮食习惯，在更年期前努力维持适宜体重和适度脂肪量。脂肪对于闭经后的雌激素合成很重要，过少不行，过多则会增加乳癌风险。此外，为了补充减少的雌激素，摄入大量大豆也很重要，但这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饮食基础上的加分措施。通过运动维持体重，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适宜体重，其参考指标就是 BMI。BMI 是国际上常用的肥胖度指标，可根据体重和身高简单计算。为了健康和美容，应平时了解自己的 BMI。体重过重或过轻的人，应调整日常生活和饮食，努力接近适宜体重。日本肥胖学会认为 BMI 22为适宜体重。从医学和统计学角度来看，这是最不易患病的数值。因此，应争取在更年期前将 BMI 维持在22左右。记住，年龄只是数字，真正的美丽来自于我们对身体和生活的悉心呵护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